大蜘蛛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们真的了解蜘蛛吗？对于这个古老而神秘的生物都有哪些特别之处？究竟好不好吃？本期视频咱们就好好的盘盘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你们催更的蜘蛛来了啊！说起蜘蛛，可能有些小伙伴会感觉到害怕，别怕啊，怕呀，说明你们还不够了解它。只要了解透了，你们会对蜘蛛有一个全新的认知。我桌面上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品种。这个是呆萌可爱的小跳蛛，长得那是雨润红丝貂啊！来给大家跳一个，非常的卡哇伊啊！这个是大腹圆蛛，可爱装饰了。我们小时候套的那个马里网就是它的杰作。白额高脚蛛，蟑螂的克星，跑得老快了。这个是幽灵蛛，家里边的常见种，任何角落都能看到它的身影。这些蜘蛛与人类都能和谐相处，不会伤害人的啊！现在已知的蜘蛛有5万多种，不能全讲啊，讲一辈子讲不完。所以我选了一个每个人都爱看的布鸟蛛作为主角。我将用特写的镜头全方位的展示蜘蛛的神秘部位。本期视频又是一期抛吃一体啊！我这还有一袋食用蜘蛛准备是要吃的。这几个大的呢，一会儿就抛了。制作这期视频费老劲了，不求3连投币只要大家能够把视频看完，对我就是最大的支持。来，开整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部结构。它的身体分为头胸部与腹部。头胸部的背甲为基丁质外壳，背甲上分布一些放射钩。眼睛长在背甲前端，一共有8只，为单眼结构。不同蜘蛛眼睛的个数与分布的位置都是不同的。眼睛最好看的当属跳蛛了，可以说是大家的梦中情蛛。它浑身都长有毛毛，毛毛是蜘蛛的重要感觉器官。在一些捕鸟蛛中，腹部上会长有蛰毛，也是它的防身武器。当它感知有敌人威胁时，就会用后腿踢毛，这些蛰毛会攻击对方的眼睛，所以捕鸟蛛也很好辨认。它踢毛偏要在一个地方踢得像割肉似的，谁认不出来呀？来，注意看，在腹部的背上有一条黑色的斑纹，这个就是它的心脏所在位。心脏周围还分布4个小黑点儿，这个点儿是它的基板。在腹部末端有一对像触角一样的东西，这个并不是触角这是它的仿器。大部分的游猎型蜘蛛都有4个仿器，还有2个短的在上方，中间那个不是仿器那是它的小屁屁。如果是结网型的蜘蛛，比如大腹圆蛛，会有6个仿器。把这个仿器取下来给大家放大看一眼。这些像毛毛一样的东西并不是毛毛，而是它的防管。蛛丝就是从这些防管里面喷出来的，仿器里面装的都是丝线体。你们能看到蛛丝吗？老细了，它的蛛丝主要是为了虚窝用，不具粘性，强度不高。但一些结网型蜘蛛的蛛丝强度是很高的，尤其是蛛网的牵引丝有很多股组成，这就增加了它的韧性。蛛丝本身不具粘性，粘性是由体内的巨状腺分泌的粘液，由后仿器像小水珠一样分布在蛛网上。蛛网的粘度、强度、韧度3度合一，造就了结网型蜘蛛的超强捕食工具，完全可以网住一条蛇。来看看蜘蛛战大蛇。在它的腹部长有2对输肺孔，属于呼吸器官。有输肺证明蜘蛛曾是海里的动物，是海鲜在第一对输肺的中间有一个条状的部位，这是它的生殖口。公蛛的生殖口呈一道缝，母蛛的生殖口可以开裂，形似嘴唇，称之为外雌器，上面长有一个储精囊。不同种类的蜘蛛储精囊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，这是区分公母的一种方法。还有一种区分方法，看出枝的结构。公蛛在繁殖期间，出枝末端会特化成一个拳头的形状，称之为精拳。精拳上长有一个钩，这就相当于它的加油枪。现在所展示的是大腹圆蛛的精拳结构。不同种类的蜘蛛精拳结构都不一样。繁殖期间，公蛛会织一张网，称之为精网。精液从生殖口先排在精网上。打个比方，这个就是精拳，
它会将精液先吸进精圈的出精囊里，交配的时候将精液注入到母猪体内。交配完成后，公猪会马上逃跑，跑慢了就会被母猪吃掉。有些公猪交配时会将加油枪留在母猪体内，主要是为了怕戴绿帽子。母猪一旦受精成功，便会终身受孕。排卵的时候，母猪会先用猪丝编织一个卵袋，把卵产在卵袋里面进行孵化，这个就是卵袋。开了啊，让你们看看猪宝的诞生，来见证奇克的实际。完犊子了，这个是个死胎啊，这都长毛了。我宣布奇克失败。正常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毒牙，注意细节，牙呀是竖着长的，说明捕鸟蛛属于原蛛虾目的品种。如果是横着长的蜘蛛，则属于新蛛虾目。当它发起攻击时，便会分泌毒液，毒液属于蛋白质性质，遇高温毒性会消失，所以做熟了是可以吃的。在毒牙的根部长有一排齿状物，主要是为了碾碎食物。剪开毒牙会发现毒腺呈囊状，毒液就存在里面。蜘蛛采用的是化湿大法的进食方式，毒液中的消化酶会将食物进行体外消化，然后吸食尸水，剩下的木鱼奶会被丢弃一旁。它的8条步足也很特别，在步足的末端长有一对爪子和非常稠密的毛虫，毛虫的结构类似于壁虎脚掌的结构，行走的时候与物体之间会产生范德华力，即便是非常光滑的物体也不会轻易掉下来。一些结网型的蜘蛛会有第3只爪和硬化的锯齿状粗毛的夹爪，可以勾住蛛丝，这样在蛛网上行走接触面小，就不会被粘住。蜘蛛的腿儿和螃蟹都有断肢再生的能力，腿部的肌肉结构与蟹腿是一样的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，得找一些锋利的器具。颞王不缺镊子啊，流出的液体是它的血液，含有血蓝蛋白。先把天灵盖打开，这是个技术活呀。透明状的部位是它的肌肉，怎么样？像不像蟹肉？这些白色的部位是它的神经，蜘蛛的神经是相当发达的。中间有个发红的部位是它的胃囊，靠近头部的是咽腔，在胃囊的下方有些棕色放射状的部位是胃盲囊。再看一下腹部，这些黄色膏状的部位都是它的下划线，也就是肝脏。蜘蛛为什么几个月不吃不喝还能活着？就是因为肝脏存储了大量的营养物质和水分。肝脏也是我们主要的食用部位，味道嘎嘎香，是可以吃的。这个白色凸起是粪蛋，它的粑粑不是很埋汰，都是一些鸟嘌呤和尿酸盐成分，吃了也无妨。这4个白点就是它的酥肺，与蝎子的结构差不多，一层一层的，很薄很脆弱。轻轻地将肝脏扒拉开，白色的管状物是它的精巢，左右各一对，非常的脆弱，一扒拉就化了。这个是它的肠腺，同样非常的脆弱。这个很细很细的管子是马氏管。心脏在背部很发达，是长条形的，尾部还有一些絮状粘性物质，这就是它的各路丝线体。大腹圆蛛的丝线体比较全面，不同的丝线体对应着不同的丝线结构。如果是孕蛛的话，会发现发达的卵巢。了解了蜘蛛的结构，关键是怎么吃怎么处理。我们来一个东南亚的做法，首先得把毒牙拔了，牙还是太坚硬太锋利，容易扎嘴，不能吃。猪腿肉我们取点，剪下来一挤，噗，肉就下来了啊。这一大盘准备刺身，烧水焯烫一下，去掉脏物。起锅烧油，油温别太热，放入大黑猪切好的涮肉和太椒圈，开炸，炸至大蒜金黄时一起捞出，撒上椒盐。咦，小味嗷一下上来了啊！太有食欲了，来吧，开灶，来品尝美食的时刻啊！哎，这个闻起来啊，味道真不错啊，不愧为东南亚的著名小吃。我跟你讲哈，蜘蛛是个好东西，它是个药食同源的食材，对人体是有好处的。大家可能对蜘蛛啊还心生恐惧，人生不就这样吗？就要面对各种恐惧，人是无法避免自身的恐惧的。要想克服恐惧，那就必须要直面它，一味的逃避并不是办法。你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美食家，你就不能在意它的外形，要求其味。你就把它当成一只螃蟹啊，它本身跟螃蟹也没差多少。海鲜啊，地道的小海鲜，我呀先爆个头啊，给你们打个样。去，哎呀，味道已经超出我想象了啊，嘎嘎香，很像炸过的那个远河蟹啊，外酥里嫩，绝对有海鲜的味道。
越嚼越香。这个是里面的肉，它那个皮啊，有点像那个炸蚕蛹的那个皮儿啊，但是绝对能嚼动。大蒜和这个蜘蛛搭配啊，绝配。看看它肚囊的口感啊，跟那个虾黄和蟹黄啊差不多，但我能感觉到有一股的那个护苞米的味道，略微的有一点点苦啊，但是可以接受啊。哎，我觉得你们应该尝试尝试啊。鼓足信心，就勇敢的吃一把，这能怎的？真好吃，真心的好吃啊！你们是不是想让我尝尝刺身的味道？来，这是刚才抠的那点猪腿肉啊，来，我就这么直接尝了啊。去，跟那个虾肉啊差不多啊。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味道，吃到嘴里面就是很清爽的啊，跟那个蝎子肉差不多啊，非常不错的刺身小吃材，怎么样？看完本期视频是不是觉得很治愈，对蜘蛛不再恐惧了吧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咱就到这儿啊，完了想看什么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啊，下期见，拜拜。象拔蚌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真的了解这种有趣的海鲜吗？如何选择一款正经的象拔蚌？本期视频大揭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不少小伙伴啊，让我整一期象拔蚌，说整咱就整啊。市场上常见的品种我都买回来了，便宜的几十块钱一斤，贵的呢还有几百块钱一斤的，一共花了我小2000啊。这个最贵啊，这一只啊就花了我将近1000多。不少人对象拔蚌的疑惑点还是挺多的，水蚌和干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哪个产地好啊？哪个品种好吃呀？怎么挑才能避坑？怎么处理呀？我认真的讲。本期视频呢是正经的科普美食节目，大家认真的听，认真的评论啊。我们先了解一下象拔蚌。哎呦，咱们先了解一下象拔蚌啊。哎呦，这是两头喷的，躲着。哎呀，我这块洪水泛滥了。象拔蚌啊是它的商业名，它的中文正式名叫太平洋潜力蛤，它还有个很有意思的俗名叫女神蛤。这是因为它所对应的拉丁属名叫潘诺皮亚，在希腊文化中，潘诺皮亚是位神仙女的名字，所以就叫女神蛤。它是贝类中水管最发达的动物，发达到已经收不进壳里了，永远都是一柱擎天。个体大的象拔蚌水管长度能长到1米多长，寿命能活到100多岁，比人还长寿呢。它的吃水能力那是相当的强，这个技能得益于它身体的独有构造。象拔蚌的壳不像其他的贝类是开放性的张开，而是封闭的状态。它的外套膜缘大部分全部愈合，而且特别宽大，只留下前端这一点没有愈合上，而形成一个孔。这个孔就是它小时候为了腐竹能够伸出来，挖洞特意留下的，设计非常的人性。象拔蚌幼体的时候具有腐竹，当它一旦发现有适合居住的场所，就会利用腐竹挖沙打洞。一旦窝沙成功，这一生便会在洞中生存。腐竹以后就会慢慢的退化，你若是硬把它从洞里面薅出来，那就完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这种封闭性的结构能使它的体腔形成一个更多的压力，通过闭壳肌的迅速收缩，水便会由水管滋溜一下子吃出去。吃水的同时也会将一些奥利给排泄掉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水管，水管是由一个粗的入水管和一个细的出水管组成，是由外套膜边缘，也就是裙边的延伸而形成的。表面上分布着许多灵敏的神经末梢细胞，当有物体触碰到时，就会感知危险的来临，便会迅速回缩变小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内脏团，很多人疑惑这个白色的部位是什么东西，其实这就是它小时候的腐竹，当长大时慢慢的会与性腺融为一体。不同种类的象拔蚌形状和颜色有所区别，性腺成熟的象拔蚌能够清晰的看到生殖腺体，精卵细胞会经生殖口，这个位置就是生殖口，这只蚌应该是公蚌，然后通过出水管排出体外。内脏团与其他的贝类结构都一样，肝脏、消化腺、胃囊、肠子都长在一块，心脏、肾脏在背面。不同品种的象拔蚌裙瓣的大小也不同，加拿大的蚌裙瓣就很发达，很多人会把裙瓣当成了它的鳃，
这些沟槽能够更好的收集食物。裙瓣之间有个口，这个口就是它的嘴，这个部位才是它真正的腮。其他的品种裙瓣都很小。内脏团可能很多人不舍得扔，用来煲粥。我觉得内脏不好吃，又腥又苦。如果遇到这样的内脏，你们会吃吗？肠子里都是未消化完的食物，不建议吃啊。我们吃的主要使用部位就是水管和裙边，水管也称之为颈肉，裙边称之为胸肉。我们再说一下干棒和水棒是怎么个事儿。鸡肉中水分含量少的就称之为干棒，也叫肉棒、无水棒。干棒有个特点，就是特别的抗活，离水状态下也能存活1周左右。干棒的主产国主要在加拿大和美国，但加拿大的品质最好也更贵。我这支加拿大干棒是380一斤，3斤重花了我1000多元。干棒的特点一般都没有太小的，都在3斤左右。水管呈釉色，管头发黑，纹理细腻，摸起来很细粉。因为它生长在泥质的海域，所以底座发黑，壳上有明显的泥质包浆。象拔蚌会根据品质的好坏分成 A、B、C、D 4个等级，个头大的、釉质饱满的、长得干净又卫生的称为 A 棒。以此类推，水棒则是体内的含水量大。墨西哥是水棒的主产区，水棒也分3、6、9等。加州棒在水棒里面就算是最好的，我们北方市场的价格一般在200块钱左右1斤。加州棒的特点就是壳比较白，水管也白，底座也白，反正就是白，看哪白。主要特征就是水管很容易伸长。其次就是西川棒，西川棒水管呈淡黄色，管头发灰，底座黄色。最次的就是加州湾产的水棒，市场上最为常见，价格也便宜，一般就是在80、90块钱1斤。其釉质松软，吸水量极高，排掉水分就没啥东西了，就剩这么一丢丢。商家特别喜欢卖这种棒，因为都能卖点水钱啊。它还有个特别的名字，叫球形女神哥。纯水棒特别的好区分，粗水管和露水管有明显的分界线，而且不容易伸长，整体呈灰色，纹理特别的粗糙。还有一种就是朝鲜棒，个头比较小，在干棒与水棒之间，价格也比较便宜，大几十块钱1斤。朝鲜棒基本都是野生品种，颜色深浅不一。大家买象拔蚌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：象拔蚌并不是鼻子伸得越长越活，相反，越糙边的活度越好。如果发现裙边与壳有分离现象，说明快死了。颜色没所谓，扒掉皮肉都一个色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买蚌的时候要注意，千万别让商家拿，最好自个儿挑。挑好了，尽可能的多磨蹭点时间，然后一手握住水管，另一只手扒拉底座，这样水会快速的排出来，能给你省不少钱呢。下一步开始处理，分别准备1盆开水和1盆带柠檬的冰水，先烫个10秒、8秒的，这样好扒皮。烫好后壳就比较好去了，扒皮的时候一突了，这不就下来了吗？来，3色丝袜送给大家。鼻子用刀先划个豁，然后用手指一荡，嘟，这不就全开了吗？然后再搓个澡，要不然鼻子里有大鼻嘎。处理好了，柠檬水泡一下去腥，改刀的时候擦干水分，要不然会很滑。先切颈肉，斜刀片就行啊。切胸肉的时候，先改个1字花刀，切成寸段，然后掉个个，再切片。泡冰水，小花形不就出来了吗？简单摆个盘，开灶，开吃啊！咱先可最好的来。先来加拿大的，哎呀，看看大片整过瘾啊！吃，口感绝了，特别的爽口啊，很脆，是一种小清新清甜的感觉，一点怪味都没有，就是贝类的那种鲜味。咱再尝一个胸肉。胸肉就会吃出来2个口感啊，就是靠肌肉的部分就是口感特别哏啾，内膜这个部分呢就是很绵软。刚入口的味道啊，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味道，但是呢你越嚼越甜，越嚼越甜啊，这个过程给持续给长点，吃到最后的回甜，我个人感觉要比这个净肉甜度要高一些。下一个加州棒。加州棒的肉白啊，就是卖相好，看着可能更有食欲，釉质会更硬一些啊，没有它的脆，甜度就差了一些，没有加拿大的甜。来，下一个水棒，区别跟加州棒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，我是没尝出来，就是这个出肉率太低了，这个太不划算。来个朝鲜棒，
区别出来了啊。朝鲜棒就是特别的嫩啊，因为它个小嘛，口感呢就是吃北极贝的口感，整体口味呢还是没有加拿大的好，但是要比这个加州棒和水棒要强得多。我个人感觉朝鲜棒还是不错的。做总结，如果让我推荐的话，哪个好？我觉得性价比高的话还是这个朝鲜棒。第一个是价格便宜，再一个呢，整体的口味啊、口感呐、包括这个甜度啊，都不输这些棒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咱就到这里啊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